吃。那说到吃呢，我们呢都非常的自豪，觉得我们马来西亚呢就是公认的美食天堂。只要讲到吃，我们的抬头挺胸，说话都比较有气。所以啊，我们马来西亚人呢真的很爱吃。我们可以呢一天呢吃午餐，饭后来个甜点啊，睡前再去跟妈妈 supper 一下，实在是很幸福。对吧？不过呢，幸福是有代价的。虽然我们马来西亚的美食很多啊，引以为傲，但是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也非常的多。有时候我们要在里面呢找一条啊这个绿色的青菜啊，也找不到呢。你看看以下这张图，你能找到几条青菜？根据最新的研究呢，我们马来西亚只有4.9%的成年人，也就是每20个人当中呢，只有1个人每天摄取足够的蔬果。而热门的这个外送食品呢，像是炸鸡啊、汉堡啊、珍珠奶茶、拉茶，还有这一个奶茶啊，都是高油高糖的代表。我们再来看看这张图表，在过去的这几十年当中，马来西亚的这个食物供应。脂肪还有油增加的最多，糖呢就是紧紧的跟随在后，反而呢对健康很重要的这个蔬果占比不单只是降低了，还几乎没有增长。当然呢，其实我们也是逼不得已的啦。那根据调查呢，就是因为啊交通堵塞，还有我们超长的这个通勤时间，大家呢就为了要这个省时啊、省钱啊，只好吃那些随手可得的不健康食品。这也导致了很多马来西亚人呢患上了慢性病，糖尿啊，还有三高呢，都是在我们马来西亚人当中呢非常普遍的。甚至呢，每20个人当中呢，就有1个人拥有罹患大肠癌的风险。讲了这么多，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我们逼不得已的这个健康情况呢？啊，其实答案就在我们的肠道。你有没有发现啊？当我们大鱼大肉啊，人开始不舒服的时候呢，大家都习惯看表面就下结论。哎呀，你上火啊，飲多啲水就冇事噶啦。你胃胀氣啊？逆流哦，吃胃药咯。这些呢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因为呢我们是不看表面的。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说过，所有的疾病源自于肠道。所以呢，你得会学会观察自己的因为呢，它的形状呢，还有它的颜色呢，都是透着你的肠道还有身体的状况的哦。来，咱们来看看这张可爱的图。那上面呢2种呢，就是代表着便秘、缺少纤维；中间的2种呢，啊，又光滑又滑溜溜的哈，代表着是健康的。那最后几种呢，则是腹泻的状态啊，肠道菌群有可能已经开始失衡了。那同样的，如果说你的是咖啡色的话呢，就代表它是健康的啊 ，very good。但是呢，一旦它是其他颜色的话呢，比如说墨绿色啊，就有可能是健康出现的讯号，代表着你的肠道菌群不平衡了。你有注意到吗？我一连讲了2次肠道菌群，就知道呢它对我们的这个健康呢其实是有多重要了。所以呢，到底肠道菌群是什么东西嘞？首先，我们要跟大家建立一个观念哦，我们的人体啊，除了人类的细胞之外呢，其实我们同时共生着很多呢肉眼没有办法看见的这个微生物，比如细菌。那这些细菌呢，是会以聚落的方式呢，就是居住在我们的这个皮肤啊、阴道啊、肠道啊等等的。那跟人类呢是处于一种共生的关系。那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以为细菌就一定是对我们有害呢？不一定哦。那现在呢，世界各地有很多的这个相关研究正在进行当中，因为这些定居在我们体内的这些细菌朋友们啊，他们可以说是很大程度的促进了我们的健康。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主角——肠道菌群。我们的肠道内呢是聚集了超过100多种的细菌，而这个菌数啊大约有100兆。如果你拿它们来称重的话呢，哇哦，这些细菌啊大约有2公斤那么重啊！所以我不是肥，是细菌重，是吗？当然啦，这一些这个肠道菌群呢，都已经住在我们身体里面了，当然是不能够住 free 的啦，他们是要帮我们做一些工的 ，OK？ 所以呢，他们其实呢是会帮我们分解食物的啊，像是蛋白质啦、碳水化合物啦，还有这个脂肪，合成维生素，甚至还会抵抗这个外来的坏菌和炎症，训练我们的免疫系统。那我们其实是怎么得到这一些肠道菌群的嘞？其实呢是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透过我们妈妈的这个产道啊，还有这个皮肤呢，就接触到了第一批细菌。之后呢，它们的这个数量和种类呢，就在我们的体内快速增长。所以呢，就有这个研究指出啊，跟自然产比起来呢，剖腹产的这个婴儿啊，肠道菌的
的多样性会比较低，好菌也会比较少，长大之后呢，也会比较容易有气喘还有过敏的问题。如果你觉得啊，这个肠道菌群只是帮我们分解食物，好像没有很重要这样子啊，开来飞来的哦，那你就小看它们了。因为呢，肠道菌群啊，不单只是会影响你的这个肠胃消化，它们还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大脑、皮肤还有免疫力，甚至呢会左右我们的情绪、睡眠还有心理问题哦。这也是为什么呢？有人说啊，肠道是人的第2个大脑。因为肠道菌群分泌的这个化学物质啊，是会透过血液呢进入我们的大脑，进而影响我们的大脑发育、功能还有行为，甚至会引发忧郁症、失眠、紧张、自闭等等。那为了要验证这个说法呢，就曾经有研究人员将忧郁症患者的这个肠道的细菌呢移植到老鼠的这个肠道里面，没有想到这个结果，老鼠呢还真的出现了类似忧郁症的症状。而且你知道吗？负责调节人类情绪、减低忧郁的这个血清素，高达90%都是来自肠道的。所以呢，当你的肠道菌群呢在你的肠道里面吃得饱又睡得好的时候呢，那就代表呢你的这个血清素分泌呢也会很稳定，那人呢自然就会感到愉悦和开心了。相反，如果呢肠道菌失衡，血清素分泌不足，就会增加我们的焦虑还有忧郁的风险哦。是不是没有想过我们的肠道会直接影响我们的情绪呢？另外呢，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每一次呢，当你作息不正常的时候啊，或者是你暴饮暴食、饮食太放纵的时候，皮肤的状况就会变得很差呢。那这是因为呢，高油、高糖还有高热量的食物会让肠道当中的坏菌变多，好菌变少，那进而就导致呢我们的肠道没有办法正常的吸收养分还有排毒。尤其是肠道的这个坏菌呢，还会促使肠道分泌特定的这个酚类，那这个物质呢就会透过血液呢堆积在皮肤，破坏我们肌肤的保水度，来加剧发炎，让你的皮肤变差、变粗、变干。所以呢，所谓的这个护肤啊，其实不单只是要表面的护肤哦，还要护肠。那我讲了这么久，都还没有介绍一下这3位人类免疫力的好朋友啊！大家来好好的欢迎他们出场。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肠道内最出名的3大好菌，它们分别是直肠真杆菌、比菲德氏菌，还有这个阿克曼氏菌。那他们呢，这3位都是免疫力的好朋友哦，各自都扮演着呢让我们身体健康的把关者。从最简单的增强胃肠道运动、代谢营养，到防止有害的这个病菌透过肠道进入血液，就好像肠道的海关一样，在那一边重重把关。而更重要的是呢，他们还可以降低呢人体的炎症。毕竟呢，慢性发炎已经被怀疑呢跟高血压、高脂还有糖尿病等等的慢性病有关系了。所以呢，这些好朋友只要在你的肠道里面驻守着呢，就可以改善到这些问题啦。这也就是为什么呢，现在有所谓的这个粪菌移植啊，顾名思义呢，就是将健康捐赠者的这个粪便呢移植到这个病患的体内，让好菌呢在病患的肠道内繁殖。这个做法虽然是有效啊，但是难免还是会让人家有一种塞唔塞嘞，而且呢，难免还是会有一些风险上面的考量啊。你看，为了让这些细菌呢进来我们的身体住啊，我们竟然要做到这种程度，你说这些菌群啊，是不是非常珍贵嘞？那其实呢，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人类的这个肠道菌群呢是会保持在一个 balance 的情况的。画面呢就像是一个美好的村庄，这个村民们呢都会很开心的劳动，嘿呦嘿呦。那他们会活动肉用啦，会帮助消化啦，会合成的营养素，会抵抗坏菌，会对抗炎症，来促进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但是如果呢，我们餐餐都是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重口味食物呢，那我们的肠道的好菌就会变少，坏菌就会变多，健康的问题呢就会随之而来。或许呢，你就会说，哎呦，我的体内的好菌变少，那我就吃好菌哦，直接吃益生菌不就 OK 了哦？有效率吗？那不是不行哦，但是呢是有局限的，因为呢益生菌毕竟它也是细菌嘛，所以呢它们一进到胃里面呢，会先经过这个强烈的这个胃酸。那益生菌呢要活着抵达我们的肠道呢，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来的哈。就算是呢有这个幸存者啊，历经千辛万苦成功抵达到了肠道呢，也很难跟肠道内既有的这个数百兆的菌群抗衡。所以既然如此，我们该怎么办好嘞？啊，答案就是体内养好菌。怎样养蘑菇咩？还是像那个宠物吃饲料这样子啊？对，我们真的就是要像宠物吃饲料这样，我们要为我们体内的肠道菌吃东西，让它们自己繁殖出更多的好菌。
那肠道菌他们要吃什么才好嘞？他们是吃益生元的。那其实所谓的益生元呢，就是促进益生菌生长的这个物质，存在天然蔬果当中的膳食纤维以及寡糖，例如呢竹笋啊、香蕉啊、莓果啊、马铃薯等等。所以呢，那些抗性淀粉，比如说生马铃薯或者是绿香蕉等等，也算是一种益生元哦。所以呢，人们一旦呢将它们吃进肚子里面呢，就等于给这个肠道菌群提供了食物。那这个肠道菌呢吃掉这些益生元之后呢，吃饱饱之后就能够繁殖壮大，把坏菌呢全部都赶走，人就自然健康起来啦。但是我也知道你啦，你也知道我啦，我们现在根本呢就是非常的忙碌嘛，所以呢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准备这些健康的食材。不代记，因为呢我们还可以吃 New Spring 这个菌营养餐，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业配啦。New Spring 呢是马来西亚的第一家专门呢帮你养好肠胃菌群的这个产品，它不单只是依靠外来的这个益生菌啊，而是透过天然食材还有科学配方来恢复你肠道的这个健康平衡。而且呢，它里面呢还含有我们刚刚有提到过的这个马铃薯 RS2 的这个抗性淀粉，也就是呢肠道好菌的食物益生元啦。临床研究显示啊，每一天摄入3.5克的这个抗性淀粉，连续4个礼拜，肠道内的这个阿克曼氏菌还有这个比菲德氏菌的数量呢是可以增加200%以上的哦。所以呢 ，New Springs 菌营养餐呢，不单只是可以舒缓你的表面症状，而是实实在在的帮你去滋润你的这个肠道菌群，从根本上提升你的健康。我们业配呢也要业配的非常的有知识性，有兴趣体验的朋友呢，你可以在留言区呢填表格来获取免费的体验组，那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好啦，那今天的这个生物课呢，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大家呢？就是让大家更加了解我们自己的体内的这个运作，尤其是肠道呢跟我们的健康之间的这个关联。那我们马来西亚的美食呢，实在是太多了，诱惑非常的大。就像是 Nico David 说过的，马来西亚是一个充满各族美食的国家，所以呢，我们需要更加的具备更大的自制力，还有醒觉意识，才可以精明的择食，确保自己吃得更加的健康。那希望呢，大家在享受美食之余呢，也要懂得照顾自己的健康啦，尤其呢是照顾定居在你体内的肠道菌的健康。不知道今天这支影片帮你补充了什么？有什么知识是你觉得哇我没有想过的呢？都在留言区那边留言跟我们交流哦。我是茵茵，我们下支影片再见。